见战月那神色，战宇又说道：“要不要我们帮你打听一下？”战月拒绝了：“不用，我自己去打听。”战宇笑笑：“那行，这是你自己的事，你自己打听更好一点。我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哥，你们回去吧，免得家里长辈怀疑了。我打电话叫我的管家过来照顾我就行。检查过后，他真正的伤在手上，包扎好后还在痛，让他自己照顾自己是有点难，但也不用哥哥们在这里守着他，让哥哥回去该干嘛干嘛，他有一个人在旁边照顾就行。主要是吃饭的问题，手太痛，需要人喂他吃饭。”想到这一点，战月都有点不自在。快30岁的人了，吃饭还要喂，好吧，他这是特殊时期。000，战浩宇的手机响了，他掏出手机看来电显示，对2个弟弟说道：“大哥打来的。”他当着2个弟弟的面接听了战印的来电。老3、老8的拍片结果出来了吧？战印是在上班，也惦记着老8的拍片结果。出来了，也给医生看过，医生说没有什么大碍。老8真正的伤在双手上，医生的意思是没什么大碍，可以出院回家。不过老8坚持要住一段时间的院，他说要住到他双手的伤好了才能出院。战印松口气，没什么大碍就好。这家伙刚送到医院的时候，嚷嚷着自己没事，不肯住院。我过去了，才让医生给他安排的住院。就这样还跟我嘀嘀咕咕的，现在倒是自己抢着要住院了。兄弟都是懂的。战浩宇笑：“可不是吗？我说叫他出院回家养着，他还跟我急。老5说帮他换间 VIP 病房，他还不乐意呢。”战印笑：“那曾医生给人的观感不错。”老8就是这样说的。行吧，他要住院就住院，没什么事，我也放心了。战印主要是想问问结果的，既然老8没什么大事，他也放下心来，可以安心工作了。老婆大人刚给他发信息，说答应了孩子们，这个周末带他们去海边过周末。他这2天就得加班，先将手里头重要的工作都处理了，周末才能带孩子们去海边度假呀。暑假总要带孩子们出去玩玩的。他们还答应过孩子们，带他们去老6家里玩一段时间呢。战印觉得他还要继续加班才行，就为了有时间陪孩子，叫老8住几天院，手上的伤没那么痛，就可以出院了。回来上班，我们答应过孩子们，要去老6家里玩一段时间的。战浩宇恩着：“知道了，我等下和他说。”他们这些当哥哥的都有了家室，有了孩子，孩子需要陪伴，特别是放暑假了，假期那么长，总不能一直将孩子们关在家里。虽说可以让父母辈带着孩子们出去玩，但与父母的陪伴是不一样的，孩子们更喜欢父母的陪伴。反正他们战家兄弟多，个个都是人中龙凤，他们没空，就让那几个还没有结婚、没有家室的单身狗暂时管理一下公司也是可以的。特别重要的事情，他们不敢做主的话，可以打电话问问哥哥们。我等下就通知老8的管家来医院照顾他，顺便给他送晚餐过来。我和老5明天回公司上班了。战浩宇一家3口平时是住在江城，但他负责的酒店不仅仅是江城那边的，管城以及全国各地的大城市都有他们旗下的酒店，在战氏集团总部亦有他的办公室。既然回了管城，总要回公司看看。好，兄弟俩结束了通话。战浩宇望向自家老3，战月被亲哥哥这样看着，有点心里发毛，问道：“三哥，你这样看着我做什么？大哥在电话里跟你说什么了？”我隐约听到大哥说去六哥那里。六哥一家3口不是回来了吗？大家都聚过了，还要去六哥那边，那么远，这一来一回，最快也要好几天的时间。战士的大哥若是不在公司，战月又不笨，哥哥们总是这样，他们要陪老婆陪孩子时，就抓他和老九这2个单身狗做牛马。七哥在阳城那边没有回来，抓不到七哥。
就他和老九倒霉催的，时常被哥哥们抓着当牛马。大哥还说的，以前他们年轻，活在哥哥的庇护下，过了20年的安生日子。如今他们能独当一面了，哥哥们渐渐老了，精力不济，需要他们当弟弟的回报一二了。哥哥们老了，大哥结婚时间最长的大侄儿如今6岁，但是兄嫂保养的都极好，就像还没有结婚的一样，还真看不出来哪里老了。虽然大哥的年纪4舍5入的话就是40，可实际上还不到40的呀。男人这个年纪正是一枝花的时候，大哥居然说他们老了，他们属于老了，教那些7老8十的老人家怎么办？哥，我受伤了，我住院呢，我手有伤，拿笔写字都不行，可不能让我坐镇大局。战月抢在哥哥开口之前说道，况且我还年轻，经验不足，公司里的高层管理们也未必服我呀。你们出去1、2天我还能撑得住，要是出去10天半月的话，我怕我撑不住。老九更不行，他比我还小几岁呢，他进入商界的时间也不长，还在积攒经验当中。战月觉得他是很够义气的，不但自己拒了，还帮老九也拒了。事实上他说的也是实话，老九才24岁，兄弟当中最小的，哥哥们宠着，没有给他任何的压力，他是最潇洒自由的，想干嘛就干嘛。虽说也会帮忙打理一下家族生意，时间却不长，还处于积攒经验当中。战月这样说就是让哥哥们知道，他和老九2个是无法撑住庞大的战氏集团的，叫哥哥们不要将生意扔给他就跑了。他们是单身狗，不是牛马呀。我都还没有说话，你就说了那么多，怎么知道大哥是要说这些呢？战浩宇好笑的道，大哥只是关心一下你的检查结果，说你没什么大碍的话，就让你的管家过来照顾你，我和你二哥回去。明天我们也要上班了，总不能个个都在家里玩着吧。听了亲大哥的话，战月才松口气。他说道，我早就说没什么事了，让你们回去，不用在这里守着我，让我的管家过来就行。他亲二哥接过他的话，说道，你还说你没事，不用住院呢，现在恨不得在医院住上10天半个月。战浩宇笑，他这一次没有住上10天半个月，是不会出院的，手上的伤没那么快好，至少也要半个月吧。半个月的时候，足够老八将曾小雅的情况摸得清清楚楚了。以战家儿郎的优秀，半个月的时间也能留下一个好印象给曾小雅。战月俊脸微红，在哥哥们面前，他那点心思真没什么好掩饰的，也遮掩不了。哥，你们回去吧。战月催着2位哥哥回家，不要在这里看他的戏了。战浩宇让他打电话给管家，等管家过来了，兄弟俩才离开医院。出了医院，战浩宇对弟弟说道，我去给孩子们买点吃的玩的。我也去吧，反正兄弟俩今天不回公司，就一起去给孩子们买了很多吃的玩的，才一起回悠悠山庄。而厚着脸皮陪着蓝若若去望城出差的战伟，到了望城后，在蓝若若忙碌时，他先去蓝家庄园拜访。蓝征不在家，接待他的是许素素，现任的蓝家家主夫人，穆晴的亲嫂子。等管家给战维奉上了香茗后，许素素礼貌而试探地问，战七少怎么会来望城？战氏集团的生意并没有遍布全国各地，有些大城市竞争力太大，又有本土企业占着市场份额，他们就会避开，不想和本土企业竞争，反而会在一些小城市成立子公司。望城是蓝家的地盘，蓝家在这里经营了过百年的，人脉、势力、财力均是第一，加上距离管城实在是太远，战氏集团在望城便没有生意。对于战维的来访，许素素才会这样问一句。战维笑着，我陪女朋友过来出差，她是阳城蓝家的大小姐，我战家与君家老交情了，晴姐一家人现在我战家的老宅里做客，我既然来了望城，总要来拜访一下蓝家主的。许素素笑
容颜绝美的她笑容温柔。但战维可不敢小瞧了这个表面上柔柔弱弱的家主夫人，厉害着呢，人家是神偷前辈的徒弟，跟程医生还有他四嫂都是一起长大的，交情铁得很。我已经通知你蓝大哥了，说有贵客来访，叫他回来。蓝大小姐来了望城呀，我听说过她，也曾远远瞧过她，只是她向来匆匆忙忙的，还没有好好的和她聊过。这一次无论如何也要请蓝大小姐过来吃顿饭。战维说道，若若每次过来都是出差，行程紧，她来拜访过，很多时候她来的时候，我夫妻俩不在家，挺不好意思的，让她扑了个空。若若说她等会儿就过来拜访家主及夫人，实在是工作太紧了，她一下飞机就直奔分公司开会。不过有托我带话给夫人，晚点她再过来拜访。许素素笑，那今晚你们俩就留下来吃饭，我现在就吩咐厨房准备晚餐。等会儿你蓝大哥回来了，你们还能喝2杯。叶瑶兄妹俩在你们游游山庄玩得开心吧？我都有一段时间没有见过他们了。许素素问起2个外甥，不等战维回答，他又说道，本来一放暑假，晴晴就要带着孩子回娘家的，但是龙婷和你大嫂的外甥，那孩子叫洋洋吧，他们俩约好了什么时候见面呢？晴晴向来尊重孩子们的决定，龙婷想先去你们游游山庄，就先去你们那里，然后再回娘家。战维歉意的道，我不在家里，一直都在阳城，工作太忙了，只有逢年过节才会回去。不过我想孩子们都会玩得很开心的，我那6个哥哥都带着孩子回了老宅，每年寒暑假山庄是最热闹的。许素素笑道，亏得战老夫人包容性强，小孩子们吵吵闹闹的，他老人家也能忍受，换成是我就受不了，我家小子吵闹，我都恨不得将他扔出去。奶奶喜欢热闹，老夫人身体还好吧？许素素和穆晴这个小姑子关系很好，她亲姐姐又嫁给了穆晴的另一个哥哥穆志远，从穆晴嘴里她知道管城战家很多事情，挺好的。老夫人今年有90岁了吗？说虚岁的话刚好90岁。许素素点点头，老夫人属于长寿的了，改天有空我们过去看看老夫人。说来她跟我师傅那一辈都有点交情的，我们理应过去看看他老人家，随时欢迎。2个人闲聊了大概半个小时，管家便走过来，恭敬地对许素素说道，夫人，家主回来了。许素素嗯了一声，并没有起身。庄园里的人都知道家主向来宠着夫人，家主回来，夫人从来没有出门迎接的，不像以往的那些家主夫人那样伺候家主。七少，你打电话给蓝大小姐，请她忙完了就过来，我们请她吃饭，也好好认识认识，都是姓蓝的，挺亲切的，500年前是一家。这句话许素素没有说出来。战维笑着，不用我打电话，他等会儿也过来。不过他还是打电话给蓝若若，将许素素要请2人吃饭的事告诉了蓝若若。蓝若若有点不好意思的在电话里说道，我们冒昧去打扰蓝家主，还在人家里蹭饭吃，多不好意思呀。战维虽说之前没有见过蓝征夫妻俩，但战家和军家拈亲带故，只要战维上报家门，蓝家主都会招待他。他和蓝家主夫妻俩就没有什么私交情了，也就是大家同姓而已，去拜访一下还属正常，留在人家里吃饭就很不好意思了。家主夫人盛情难却，你忙完了就过来，我在这里等你。那好吧，我本来也打算忙完了就过去拜访一下的，这一次我算是沾了你的光。若不是战维，许素素不会请他吃饭，哪怕战维是第一次登门拜访，但战家七少爷的身份，就让蓝家主夫妻俩给他几分面子。战家也是人丁太兴旺，跟很多城市的豪门大族拈亲带故的，